最近这个天啊，真是太热了呀！我跟你说，我出门拿个快递，感觉自己就是块铁板烧，就差撒点孜然了。哎，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呀？现在啊，我这条命啊，一半都是空调给的了，那另外一半就是 WiFi 给的了，没这两样，那真是活不了了。这早上起来啊，没事刷刷手机，想看看有没有啥乐呵事儿，结果给我整沉默了。这新闻上说啊，现在整个北半球都跟发烧似的，这热浪是一波接一波的，特别是欧洲那边老惨了呀，你敢信不？这欧洲那边现在有个词儿叫无声杀手，说的就是这边热浪啊。这官方都说了啊，说是因为这个高温啊，已经热死了9个人了，有些地方啊，温度直接飙升到了45度以上啊。45度是啥概念啊？就是你把这个鸡蛋磕在这个马路牙子上，估计都不用翻面，直接就熟了呀。新闻上说，这个意大利罗马、米兰啥的都拉响红色警报了，最高级别的啊。这个西班牙更狠啊，直接立法下午不让你到外面干活了。你说这得热成啥样啊？这国家都强制你歇着啊。Take a look at this map. It shows the heat with Spain, France and Italy all issuing warning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eather on people's health. The extreme heat in Spain has seen a temperature of 46 degrees recorded in the town of El Granado. 不过更逗啊，也最吓人的是我昨天啊听一朋友说的，他说这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都热歪了，我当时就乐了啊！我说你可拉倒吧，这又在哪儿看的野新闻啊？结果我今天仔细一瞅，还真是不是永久性，是因为这个天儿太热了呀，钢铁热胀冷缩嘛，这个铁塔被太阳晒的那边啊膨胀的厉害，就往另外一边啊歪了一点点。那虽然是暂时的啊，但这事听着多玄乎啊！为了安全，这个法国人都把这个铁塔顶层给关了2天，还在这个底下设了好几个免费喝水站，怕这个游客中暑。说到这儿啊，你可能跟我一样心里在嘀咕，这欧洲这么大个地方就热死9个人，这事儿靠谱吗？那肯定是不靠谱的。这数据说白了啊，就是慢半拍。啥意思呢？就是好多人啊都死在家里，一时半会儿统计不上来。世界卫生组织都出来说话了，警告说啊，就6月30号到7月3号这短短4天啊，这个欧洲因为太热多死了4500人。那多死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4500多人啊，要不是这波热浪，本来是不该死的。这还只是4天啊，再看个大的，这个2022年的夏天，欧洲官方统计啊，这高温就死了61000人啊。这一个夏天，一个发达的地区啊，没了6万多人。这还不是全部啊，有专家说，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每年啊可能高达175000人。这是啥概念啊？就相当于每年欧洲啊都热没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啊。这印度啊，咱们都知道那是年年热浪，年年死人啊，他们报上来的数啊肯定比欧洲低。但是咱们用脚趾头都能想想啊，欧洲那医疗条件，那生活水平啊，都死了这么多人，那这印度能好到哪儿去啊？难不成印度人天生就比欧洲人抗热？那肯定不可能嘛！我看有篇这个外国报道就说啊，这个印度啊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1人口大国了，但这个国家啊正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热的快没法住人了。当然啊，不光是印度，从南欧到中东，从南亚到东南亚，再到咱东亚啊，谁也跑不了。别忘了，科学家都说了，2024年啊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以后啊估计年年都得刷新记录。有人可能说啊，那就往北边去呗，什么加拿大啊、北欧是不是能好点？可能吧，但也可能更惨。就前几年也是类似的高温啊，加拿大一个省叫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个星期啊至少700人意外死亡。高温啊还引起了漫山遍野的大火，直接把一个小镇啊给烧成白地，这动物也是倒了霉。温哥华附近的海滩上啊，密密麻麻的贝壳啊、蛤蜊、青口啊，直接在沙滩上被烤熟了。哎呦，那场面想想也都吓人啊！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地方啊，它以前夏天都是凉快的很，谁家会装空调啊？那根本就用不着啊！结果现在啊，这老天爷突然翻脸不认人了呀！这个热浪一来，有钱的是赶紧跑去避暑，那没钱的只能在家里面待着。那房子就像个大烤箱啊，所以这个热死人啊，真不奇怪。这么一看啊，这个欧洲热死人比印度报出来的多，好像还真有点道理。那当然了啊，印度那个数据啊，咱看看就行了，别太当真。去年6月5号，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个葡萄牙的老头，他说了一句特别重的话：我们的地球正在试图向我们发出信号，
说白了就是求救信号，也是警告信号。地球向我们人类求救啊，同时也在警告我们啊，你们这帮人类啊已经完犊子了。那天啊，古特雷斯老爷子特意跑到一个地方去演讲，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地方选的绝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博物馆里啊，最出名的展品就是已经灭绝的恐龙骨架。他站在这个恐龙骨架旁边，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人类啊，可别学恐龙啊！他当时痛心疾首，他说：“咱们人类在2015年搞了个巴黎协定，大家坐下来开了个会，拍着胸脯说啊，要把这个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结果呢，这个目标现在已经悬了。”他说，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未来5年里，全球的年平均气温有80%的可能性会超过1.5度这个红线。然后他说出了一句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话啊，我们正在与我们的星球玩俄罗斯轮盘赌。我的天哪，俄罗斯轮盘赌啊，那可是拿命在赌啊！他还嫌这个比喻不够狠，接着说了一句更狠的啊。他指着这个恐龙骨架说，在气候变化这件事啊，我们不是恐龙。我心想啊，对呀，我们比恐龙聪明多了呀。结果他下一句是，我们是那颗撞向地球的流星。我们不仅是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就是危险本身，我们就是灾难的源头。他警告说啊，这个1.5度和2度啊，听着就差0.5度，但对于那些太平洋的小岛国，对于那些生活在海边的社区来说，这点差距啊，就是生与死的区别，要么生存，要么被海水淹没，整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他还大声的喊啊，那些最脆弱的人们啊，正在拼命的挣扎，应对着一个根本不是他们制造的气候危机，这是一种耻辱。说实话啊，这可能是古特雷斯最给力、最慷慨激昂的一次演讲了。但是啊，有用吗？人类被叫醒了吗？大家手拉手一起行动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啥？是美国特朗普一上台，立马就说巴黎协定是个啥玩意儿，我不玩了。他根本就不信全球变暖这回事儿，甚至还说这是咱们中国的阴谋。他喜欢石油，喜欢天然气，至于什么电动汽车，哪怕是马斯克造的，都见鬼去吧！这就是现实啊！这一边是联合国秘书长撕心裂肺的呐喊，那另一边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拆台。古特雷斯还警告说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未来，富人呢可以在空调房里受到保护，而其他人啊则在不适合居住的土地上被致命的天气鞭笞。可是啊，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呢？这现实不就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吗？说实话，我不是啥气候专家，但咱摸着良心说，这20-30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天气啊，它越来越不正常了？这个夏天啊越来越热，冬天啊也越来越不像冬天，各种什么极端的天气啊，暴雨啊、洪水啊、干旱，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小时候的冬天啊，那是真冷啊，这河水都冻得梆梆硬啊，我们小孩都能在上面走，这屋檐底下会挂着1米多长的冰溜子，掰下来能当剑玩。那现在呢，你再看看啊，别说河面结冰了，这冬天啊穿个羽绒服都觉得有点多余了。今年啊肯定又是不平凡的一年，咱们已经看到了不少新闻啊，什么地方的山洪了，什么城市内涝了，造成了多少损失啊。接下来的几个月啊，真的谁也别掉以轻心。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气候变化正在带来一些人力都无法想象的巨大改变。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普京来访问，中俄两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里面就提到要共同开辟北极航线。这事儿很简单，全球变暖了，北极常年不化的冰啊，现在开始融化了，那夏天能通航了，一条新的黄金水道就出现了。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啊，你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种历史说法挺有意思的啊，也不知道真假，大家当个故事听啊。是说每一次这个气候变暖啊，对咱们中原王朝来说好像还是个好消息。这为啥呢？因为北方变暖和了，这个雨水多了，草原就长得茂盛了。这草原一丰茂啊，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有吃有喝，就不爱南下抢东西了。这中原王朝的边疆就安稳了，更能搞出什么汉唐盛世。当然了，这都是老黄历了。而且咱们现在的威胁啊，也早就不是来自北方了。但是这个逻辑放到现在看啊，好像也有点道理。
气候变暖对北半球来说，南边国家的冲击肯定比北边国家大，因为南方它本来就热，现在更热很多地方没法种地了，甚至都没法住人了。而北方呢，虽然也在升温，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降雨，让很多以前的荒地戈壁开始变得能种东西了。但是这只是局部，从全世界来看，全球变暖绝对是一场灾难，千万别小看热浪。我看见 CNN 引用专家的话说，热浪这个东西它不像这个洪水野火那样能一下子把城镇给毁了，它是个无声杀手，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没了。这法国那边最新的预测是，到2100年，也就是70多年后法国夏天的平均气温可能会升高4度，每年都会有超过40度的天气，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达到50度。50度朋友们，人类的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个温度，感觉这个地球就像一辆失控的汽车，正朝这个悬崖猛冲伦敦帝国学院有个研究员叫克拉克博士，他就警告说未来气候变化正在让好天气变得更危险，而本来就危险的天气则会变得更加致命。我还看到一个研究更让人心碎说随着这个海水的温度升高，在最坏的情况下，到2100年全世界76.8%的珊瑚都会生病白化，最后死亡。一个没有珊瑚的世界会是什么样？那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就会变成一片死寂的白色坟场，那将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朋友们，我知道咱们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什么俄乌冲突啦、中东战乱啦、大国博弈啦，还有一个越来越任性、越来越不靠谱的美国。那这些事每天都是占据着新闻头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这些危机的背后有一个更大、更长久、更可怕的危机正在悄悄地逼近我们每一个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这个极端天气。这才是我们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考验。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真的不适合我们生存了，那人类还能去哪儿呢？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也希望我们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能退烧降温。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